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shwin B. Chopra 的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家族理财是首席投资官的财富管理秘诀。Chopra 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席投资官以及美林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负责打理数百亿美元规模资产，在机构资产配置、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与长期风险控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这本《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写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本书直面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即使市场的长期平均收益向上，很多投资者仍可能因为在错误的时间买卖资产，损失大部分本应获得的回报，甚至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个问题不只在于投资者能否正确判断市场，更在于市场从来不会配合一个家庭的用钱时间。失业、疾病、子女教育和退休支出都可能恰好发生在市场低谷。如果全部财富都暴露在同一种市场风险中，投资者就可能在最需要现金的时候被迫以最不利的价格卖出资产。投资并不能把击败市场作为唯一任务，真正理智的投资应该是一套服务于家庭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长远规划，先保护不能承受损失的基本目标，再通过分散投资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最后用能够承担风险的资金争取财富增长和人生梦想。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重新理解为谁投资、如何配置，以及怎样避开那些可能耗尽家庭积蓄的直觉陷阱。长久以来，金融界一直被两大基本阵营占据，一派是认为投资者很难持续战胜大盘，主张买入指数基金的有效市场阵营；另一派则以 Warren Buffett 等成功投资者为代表，认为主动选股可以跑赢大盘，这就是主动管理阵营。两大阵营争论了60多年，看似水火不容，实际上都把同一件事当作投资的核心问题，究竟能不能击败市场？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跑赢大盘上，带来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账户表现不仅落后于市场指数，甚至跑不赢自己真金白银买入的基金。研究机构达尔巴 Dalbar 连续追踪了30年的数据，从1984年到201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收益率为 11.1%，而同期股票基金投资者的年收益率只有 3.7%， 相当于只拿到了指数回报的1/3。债券基金投资者的情况更加糟糕，巴克莱综合债券指数的年收益率为 7.7%， 个人债券基金投资者的年收益率却只有 0.7%。如果按照6成股票、4成债券计算，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加权年收益率大约只有 2.5%，低于同期 2.8% 的通货膨胀率，实际购买力反而在下降。账户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损耗，是因为人在投资时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一项针对驾驶能力的调查显示，大约 88% 的美国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这种偏差被称为优越性错觉 （Illusion of Superiority），也就是人们会系统性地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 Justin Kruger 和 David Dunning 进一步发现，实际能力越弱的人往往越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这就是达克效应 Dunning-Kruger Effect。 当折扣经纪公司 Discount Brokerage Firms 开始推广网上自助交易系统时，最早冲进去频繁下单的正是对自身交易能力最有信心的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Brad Barber 和 Terence Houdin 研究了1万名投资者的真实交易记录，重点分析他们在同一天卖出一只股票又买进另一只股票的换股行为。1年以后，投资者新买入的股票平均比已经卖出的股票少赚 3.2%， 再加上买卖2次各约 2.5% 的交易成本，平均每笔换股造成的损失接近 9%。频繁调仓不但没有改善收益，反而让投资者为错误判断付出了额外成本。交易频率已经消耗了大量利润，
而面对持仓盈亏时，情绪又会进一步扭曲决策。人在面对同等金额的收益与损失时，亏损带来的痛苦往往强于盈利带来的快乐，这就是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当持仓处于亏损状态时，很多人为了避免承认损失而继续持有，看到股票稍有盈利，又担心利润回吐而过早卖出。长期卖掉赚钱的股票，保留亏损的股票，会使个人投资者反复陷入高位买入、低位卖出的循环。因此，投资者真正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怎样战胜别人，而是怎样避免被自己的直觉和情绪战胜。意识到个人判断并不可靠之后，大多数人会转而依靠专业顾问，或者按照常规方法把资金拆分到不同资产中。一份典型的资产配置报告通常会用饼状图展示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比例。这套方法主要来自金融界沿用60多年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Modern Portfolio Theory）。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奠基人 Harry Markowitz 提出了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这套理论主要用2个指标衡量投资风险，一个是证券收益随时间变化的标准差，也就是波动率，另一个是不同证券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均值方差优化，投资者可以在图表上画出一条代表风险与收益权衡关系的有效边界。理论上，位于边界上的资产组合能够在既定收益目标下尽量降低波动，或者在既定波动水平下尽量提高预期收益。后来广泛使用的资产配置和分散投资都建立在这套框架之上。分散持有资产确实可以降低某一家公司突然倒闭所造成的损失，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把复杂的风险压缩成了波动率这个统计数字，而方差是一种对称指标。无论价格向上猛涨还是向下暴跌，只要偏离平均值，在公式里都会被计算为风险。问题在于，对家庭来说，上涨与下跌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价格上涨不会让家庭无法支付医疗费或生活费，而在急需现金时遭遇市场暴跌，却可能迫使投资者卖出已经大幅贬值的资产。私人投资者 Robert Jeffrey 在1984年指出，投资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某项证券平时上下波动了多少，而是在你必须卖出它的紧要关头，它究竟值多少钱。对个人生活来说，真正可能引发危机的并不是账户每天上下变动几个百分点，而是在失业、疾病、子女教育或其他重大支出到来时，家庭恰好没有足够的现金，又不得不在市场低谷卖出持仓。原本可能恢复的账面下跌，会在这一刻变成永久性的资本损失。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样不是一回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Frank Knight 把能够根据历史数据估算概率的情况称为风险，把从未经历过、无法测量发生概率的情况称为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仅存在能够统计的日常波动，也会受到战争、国家违约、金融危机以及其他极端事件的影响。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破坏程度往往无法提前计算，因此把一个家庭的全部财务安全寄托在方差和相关系数上并不充分。资产配置不仅要降低日常波动，更要保证在无法预测的冲击来临时，家庭仍有足够的现金满足基本支出，不必在最差的价格上被迫出售资产。看到股票市场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巨额损失，许多投资者会把资金转向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地产。房屋不仅有实体支撑，还可以借助贷款放大收益。在美国，购房首付通常只有房价的 10% 到 20%， 相当于用5到10倍杠杆持有房产。假设一套房屋的首付为房价的 20%， 房价在3年里上涨 10%， 那么仅从首付资金计算，账面收益就可能接近 50%。 正是这种杠杆效应，再加上核心地段土地稀缺的叙事，使很多人相信
好地段的房价能够长期保持2位数增长。但房地产的长期真实收益未必像短期繁荣所显示的那样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房地产金融学教授 Piet Eickhouse 追踪了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核心区域数百年的房屋交易记录，并据此编制了绅士运河指数。从1628年到1973年，在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后，这一指数只翻了一番。换句话说，当地房产的实际购买力大约需要350年才能翻倍，甚至需要约250年才能恢复到此前高点。即使是历史悠久、土地有限并且长期受到富裕家庭青睐的地段，房价也没有持续大幅超过通货膨胀。短期价格暴涨并不只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几百年前的郁金香泡沫、18世纪的南海公司泡沫、20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前的美国房地产泡沫，虽然交易的资产不同，形成过程却非常相似。市场开始上涨以后，早期参与者获得的利润会吸引更多资金追入。随着价格继续上升，资产本身能够产生多少现金已经不再重要，投资者购买它，只是相信未来还会有人用更高的价格接手。这就是博傻综合征 Greater Fools Syndrome。 不断上涨的价格又会吸引更多贷款和杠杆，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一旦市场情绪转向，新增买家减少，原本依靠借款和持续上涨维持的高估值就会迅速瓦解。当所有人同时想把资产换成现金时，无论股票还是房产都可能出现剧烈下跌。把家庭积蓄单独压在某个市场、某项实物或某一种宏观趋势上，很难保证财务安全。即使资产最终能够恢复过程也可能持续数年，而个人的医疗、教育和生活支出不会因此暂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盯着能否跑赢市场，最终往往会忽略更重要的问题。市场并不知道你何时退休，何时需要现金，也不会根据你的家庭责任调整波动。投资真正要解决的是怎样在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让人生目标保持可持续。观察全社会的资产分布会发现，财富并不是均匀分散的，也不是集中在平均水平附近，而是呈现明显的长尾结构，也就是大额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一项全球财富调查显示，最富裕的 1% 人口持有全球约 46% 的财富。要理解巨额财富是怎样形成的，可以观察福布斯400富豪榜。榜单中的财富来源大致可以分为4类，约60%来自企业创办者，约20%来自成功的资金管理者，12%来自继承或联姻，另外8%来自房地产行业。这些人积累原始财富，通常不是依靠把资金平均分散到几十只股票或指数基金中，至少在财富创造的起步阶段，他们普遍采用了资本集中和杠杆，把资金、专业能力和人力资本集中投入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同时承担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主张通过分散投资消除的特质风险。但创造财富和保存财富并不是同一件事。高集中度和高杠杆可能帮助一个人迅速进入富豪榜，也可能在环境变化后使已经积累的财富迅速缩水。1982年首次发布的福布斯400富豪榜中，有11位亨特家族成员，14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和28位杜邦家族成员。到2002年，3个家族仍在榜单上的人数分别只剩1人、3人和0人。Ashwin B. Chopra 的同事和长期合作伙伴 Lex Sakharov 在2004年详细分析了富豪榜成员跌出榜单的原因。在346个不再上榜的名字中，141人是因为死亡、财富重新分类、税收或者家族财产重新分配等非风险原因退出，其余205人则是因为财富增长得不够快，或者原有资产被不断稀释。Zakharov 归纳出8项主要风险因素，
包括资本集中、杠杆、过度消费、税收、家庭关系、债务、货币变化和政府行为。其中，资本集中和杠杆最值得注意，它们既是许多人进入富豪榜的推动力，也是财富后来大幅缩水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个人或家庭从创造财富转向保存财富时，承担风险的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能够承受损失的资产可以继续保留向上增长的空间，用于满足生活和基本目标的资产则必须与集中持仓、商业杠杆和其他高风险活动隔离。守住财富并不等于把全部资产换成短期国库券，因为那样可能无法跟上其他财富的增长速度。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风险结构，在安全投资组合、市场风险投资组合和梦想型投资组合之间建立平衡，既保护家庭底线，也保留财富继续增长的可能。既然日常生活不应该完全依赖市场表现，就需要建立一套能够对应人生目标的财富配置框架。人本主义心理学奠基人 Abraham Maslow 把人的需求分成多个层次，首先是食物、住所和安全等基本需求，其次是家庭、友谊和归属感，再往上则是自尊、成就与自我实现。如果把风险理解为无法实现某项人生目标，那么这些需求便可以对应3个不同的风险等级。第一层是个人风险 （Personal Risk）， 对应的是免于贫困和焦虑的基本目标。需要防范的情况包括失业、重大疾病、死亡、事故，以及市场崩盘时家庭无法支付日常开支。这一层对应安全投资组合，主要放入现金、短期国库券、短期和中期通货膨胀保值债券、部分保本工具以及必要的保险。这里的目标不是获取高收益，而是在市场出现极端变化时，仍有足够的现金满足家庭基本支出。安全投资组合需要为稳定付出收益较低的代价，它的合理目标是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接近于0。如果一项所谓的安全资产承诺明显高于市场的回报，就要警惕其中是否隐藏了不相称的风险。第二层是市场风险 （Market Risk）， 对应的是在漫长的人生周期中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市场风险投资组合可以按照分散投资原则持有股票、债券、指数基金和其他流动性资产。这部分资金要承担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消除的市场风险，以获取经济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回报。它不需要押注某一家企业，也不需要依靠高杠杆，而是通过全球分散、控制成本和长期持有来维系生计。第三层是梦想型风险 （Aspirational Risk）， 对应的是向上的财富流动和梦想目标，例如创办企业、扩大事业、进行高风险投资或留下大额遗产。梦想型投资组合可以放入自家企业、集中持有的股票、公司期权、风险资本或者杠杆房地产。这些资产有可能带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益，也可能造成大额损失，甚至全部归零。3个风险等级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安全投资组合负责守住生活底线，市场风险投资组合负责维持长期生活水平，梦想型投资组合负责争取向上突破。只有不让一层资产越界承担另一层的任务，家庭才不会为了追求高回报，把基本目标暴露在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建立3层框架后，下一步是把家庭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逐项归位。最容易出现误判的，往往不是陌生资产，而是自己最熟悉、持有规模也最大的资产。其中一个常见误区出现在私营企业老板以及在上市公司中集中持有股票和期权的管理人员身上。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每天参与公司经营，熟悉业务细节，因此企业和期权比外部投资更加安全。但熟悉并不能消除风险。私营企业在经营中会面临客户违约、供应商失误、同行竞争、诉讼、
技术变化和市场需求下降等大量不可控因素。企业资产通常还高度集中，并且可能嵌入贷款和其他杠杆。一旦企业经营遇到困难，家庭财富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此，自家企业、雇主股票和股票期权原则上都应该归入梦想型投资组合，而不是用来承担养老、医疗或家庭日常支出。真正稳妥的做法是在企业之外另外建立安全投资组合，不让全家生活与同一项商业风险捆绑在一起。家庭主要居所和住房贷款也需要单独判断。购买住房往往是普通家庭一生中规模最大、杠杆最高的交易，但主要居所的首要作用是在较长时间内为家庭提供稳定住所，而不是随时出售获取高额回报。因此，主要居所应归入个人风险等级，它的资产价值还要扣除尚未偿还的抵押贷款。自住房可以提供安全价值，却不能被当作能够随时支取的现金。如果把全部房屋市值都计算成可用于投资和养老的资产，就会高估家庭真实的流动性。资产负债表中还经常遗漏一项重要资产，那就是人力资本，也就是一个人在未来通过工作获取收入的能力。人在教育和职业训练阶段需要先投入学费和时间，进入职场后，人力资本逐渐转化为工资和金融资产。退休以后，劳动收入停止，再由此前积累的金融资产维持生活。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和稳定的收入能力是个人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扣除相关教育负债后，通常可以归入个人风险等级。高度专业化的能力则可能成为梦想型资产，例如杰出的外科医生、建筑师、基金经理或艺术家，经过多年投入后，有可能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人力资本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少。年轻时，稳定的工作收入可以为市场投资和梦想型投资提供缓冲。临近退休时，工资收入不再持续流入，安全投资组合和市场风险投资组合中的实有资产就必须逐步接替人力资本，承担家庭的长期支出。真正开始分配三类资产时，第一步不是预测市场收益，而是把人生目标转化成具体的现金流。许多退休计算器需要输入预期寿命、退休年龄、通货膨胀率、税率和股票收益率等变量。只要稍微调整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最终算出的养老资金就可能出现很大差异。问题在于，未来市场回报恰恰是最难准确预测的变量之一。更稳妥的初步估算方法是零贴现法，也就是假定投资收益只能够抵消通货膨胀。所有目标都按照今天的购买力计算，不预先依赖股票市场提供额外的实际回报。以一位65岁准备退休的投资者为例，假设他计划活到90岁，并在未来25年里每年支出10万美元，那么需要准备的净资产现值就是10万美元乘以25年，也就是250万美元。如果每年支出20万美元，需要的净资产就是500万美元。如果每年只支出5万美元，需要的则是125万美元。这个方法并不保证资金一定不会出现变化，但它避免了用过高的预期收益掩盖真实的储蓄缺口。零贴现法也可以用于教育、购房和其他人生目标。假设10年后需要支付10万美元的大学费用，那么第一年最少要储蓄1万美元。到了第2年，再用重新估算的大学费用，减去已经存下的金额，然后除以剩余9年。以后每年重复计算。这种逐年更新的方法可以把长期的大额目标转化为当前可以执行的储蓄任务，也能够根据学费、工资、奖金和家庭支出的变化不断调整。完成现金流估算后，还要评估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有些人心理上能够接受市场大幅波动，但资产负债表并不足以承受损失，
另一些人拥有充足资产，却会因为轻微下跌而无法安睡。风险配置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维度。主观上愿意冒险，并不代表家庭在客观上承担得起损失。只要安全投资组合还不足以保护基本目标，就不应该因为自认为能够接受波动，而增加梦想型资产或高风险市场资产的比例。判断一项财富管理策略是否有效，最终不在于它预测了多高的收益，而在于市场长期低迷时，基本目标是否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家庭是否还保留了追求重要目标和梦想目标的空间。完成目标量化和风险分配后，接下来要建立市场风险投资组合，并在长期持有过程中进行维护。怎样构建一个不过度依赖个人判断的市场组合，可以从著名的果冻豆实验得到启发。实验要求一群人分别估算罐子里有多少颗果冻豆，只要参与者彼此独立做出判断，所有答案的平均数通常会比 80% 以上的个人估计更加准确。这是因为有些人高估，有些人低估，当样本足够大时，不同误差会相互抵消。映射到市场中，广泛分散按市值加权的指数，可以在较低成本下汇集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判断。但群体智慧有一个重要前提，每个人必须尽量独立思考。如果投资者互相模仿，共同追逐近期上涨的热门资产，群体智慧就会变成群体思维，并推动泡沫形成。因此，市场指数能够降低个股风险，却不能消除市场整体波动。一个简单的市场风险投资组合可以由全球股票指数和债券指数构成。投资者也可以搭配少量策略差异明显的主动型基金，但没有必要为了追求表面的分散加入大量自己不了解、成本高昂或者缺乏流动性的复杂资产。建立市场组合以后，不同资产会随着经济周期轮流上涨和下跌，这时就要进行资产再平衡。假设最初设定的比例是60%股票，40%债券。经过一轮牛市，股票上涨到组合的70%。再平衡要求卖出超出目标比例的股票，把资金转入占比下降的债券，使组合重新回到6:4。这种做法并不要求预测市场顶部，即使卖出或买入的时间略早，长期严格执行再平衡，也能够促使投资者逐步卖出涨幅较大的资产，买入相对低估的资产，避免在情绪推动下高位追涨，低位割肉。每年年底还可以结合税收意识进行再平衡，根据已经实现的净收益和净损失调整持仓，利用符合规定的亏损抵扣部分投资收益，同时尽量使用延迟纳税账户和其他税收优惠工具，可以减少长期交易成本。具体实施仍需结合当地税制和专业意见。组合建立以后，还必须进行压力测试。第一项是市场崩盘测试，假设市场指数下跌 50%， 梦想型资产全部归零，主要居所的价值也下降 20%。 这时家庭是否仍能满足基本支出？安全投资组合是否有足够流动性？第二项是失业测试，假设工资收入突然中断，同时市场指数下跌 50%，现有低风险资产还能维持多久的生活？家庭能否保留住房等关键资产，还是会被迫在低价时出售？还可以继续进行可持续性测试、梦想目标测试、收益来源测试，以及地震、诉讼、家庭变化和资产无人接盘等难以量化的风险测试。只有在这些极端情景下，家庭仍能维持基本生活，市场风险投资组合才有时间等待恢复，梦想型投资组合也才不会把整个家庭拖入无法承受的困境。财富配置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家庭资产，也可以用来重新审视那些看起来难以复制的投资大师和机构。首先是由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首席投资官 David Swenson 推动形成的捐赠基金模式。这种模式提高股票和另类投资的比重，
大量配置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和房地产，以长期锁定资金换取股票风险溢价、非流动性溢价和优秀基金经理可能创造的超额收益。从2000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收益率为-2.22%，传统60%股票、40%债券组合的年收益率只有1.33%，而耶鲁捐赠基金的年收益率达到11.8%。如此出色的长期业绩，吸引了大量机构和高净值投资者模仿。但从财富配置框架来看，捐赠基金模式并不是一个安全投资组合，而是一个高度依赖股票风险、主动管理和长期非流动性资产的市场风险投资组合。2008年，耶鲁和哈佛捐赠基金分别损失 27.3% 和 24.6%， 与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 26.2% 的跌幅大致相当。当市场真正崩盘时，原本看起来彼此分散的风险资产又开始同时下跌，组合的压力贝塔值接近1。捐赠基金还需要随时兑现私募股权和房地产项目的资本承诺，但组合中传统债券和现金的比例很低。一旦资产下跌，资金同时被调用，就会出现严重的流动性压力。耶鲁能够度过危机，是因为他在投资组合之外还有个人投资者难以复制的保障、长期学费收入、全球校友网络、专业投资团队、接触顶尖基金经理的能力，以及在债券市场依靠高信用评级融资的渠道。即便如此，耶鲁仍然需要削减开支、延后项目、危机成本，最终还影响到了学校的普通工作人员。因此，捐赠基金模式并不是个人只要多买几只私募基金就能复制的高收益方案，它真正依赖的是投资组合之外那套强大的安全保障体系。与之相比，沃伦·巴菲特掌舵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表面上以集中持仓闻名，实际资产结构却横跨3个风险等级。伯克希尔旗下拥有珠宝、食品、铁路等多种经营性企业，其中包括北柏林顿铁路公司 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 这些持续经营并产生现金流的企业，构成了分散化的市场风险投资组合。更重要的是，保险业是伯克希尔的核心业务。BH 在保险公司，通用在保险公司等于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先收取保费，之后才陆续支付赔款，由此形成可以长期投资的保险付款。这些付款被配置到经营稳定的企业、股票和其他资产中。与此同时，伯克希尔还长期持有大量现金和短期投资，为保险责任提供安全边际，也为市场出现机会时准备资金。到2014年初，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已经超过48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还明确表示，无论何时，公司至少要保留200亿美元现金。正因为拥有这层安全垫，2008年金融危机中，伯克希尔才能在其他机构急需资金时，买入通用电气公司和高盛集团的优先股与认股权证。2009年，他又斥资267亿美元收购北柏林顿铁路公司。外界看到的是沃伦·巴菲特敢于集中买入，容易忽略的是，他的高风险投资始终建立在保险付款、经营性现金流和巨额流动资金之上。耶鲁的经验说明，表面分散的资产也可能集中暴露于同一种市场风险。伯克希尔的经验则说明，表面集中的投资背后也可以拥有完整的安全、市场与梦想3层结构。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照搬某项资产，而是理解支撑这项策略的全部资产、负债和现金流。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家族理财是首席投资官的财富管理秘诀，讲的是怎样从家庭的真实目标出发，把每一项资产和负债放到适合它的位置。如果把全部积蓄都与市场涨跌捆绑在一起，一旦家庭急需现金，而市场又恰好处于低位，就可能被迫卖出资产，把暂时的价格下跌变成永久损失。
因此，更稳妥的做法是按照不同人生目标，把家庭财富分成3个层级。第一层用现金、短期国库券、通货膨胀保值债券、必要保险和主要居所守住基本生活。第二层通过分散配置股票和债券，并定期再平衡，维持长期生活水平。第三层再把能够承受损失的资金投入自家企业、集中持股、公司期权等高风险项目，争取更高回报，同时将商业风险与家庭安全资产隔离。在此基础上，养老和其他人生目标也不必依赖虚高的市场回报假设，而应先根据真实支出计算所需资金，再随储蓄和目标变化不断修正。市场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真正有效的投资策略是先保护生存，再维持生活，最后追求梦想。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